大街上所有事物突然诡异静止，无论是正交谈着的行人，还是骑车的车手，或者是天空的飞鸟。突然，一辆红色法拉利疾驰而来，所有事物才又恢复正常。只见一个穿着甩尖子皮鞋的男人大踏步走下车，给枪上膛，再戴上面具，然后冲进银行。他嚣张地对银行所有人说自己是来抢劫的。所有人吓得瑟瑟发抖。不一会儿，男人便又抢了家银行，这已经是他今天抢的第5家银行了。但其实这都是虚假的，只是男人盖伦的梦境，而他已经进入梦境16小时了。在未来，维拉公司发明了一种脑机接口，它由芯片和活体组织聚合而成，将它植入体内，再通过终端，人们就可以随时随地进入梦境。而梦境中，人们可以为所欲为，这弥补了很多人在现实世界中的遗憾。可由于梦境太过逼真，很多客户已经分不清幻境和现实，渐渐沉迷在了梦境。盖伦的妻子阿卡丽带着律师找到维拉公司，自己丈夫盖伦因为沉迷幻梦空间，现在已经失去了工作，而且也不管家庭和自己，所以他要求维拉公司赔偿，除非维拉公司让盖伦脱离梦境，但这是行不通的。幻梦空间必须由当事人自己退出，但害怕客户的投诉对公司造成不良影响，身为心理间谈判专家的金克斯自告奋勇要将盖伦带回来。通过 2.0 版本的终端，金克斯进入了盖伦的梦境，他发现自己周围都是警察，警察焦急地让金克斯离开，金克斯却只想问对方盖伦的位置。突然，一名警员被击毙，原来是盖伦正提着钱从第6家银行出来，金克斯直接就朝盖伦走去，说明来历，可盖伦根本不信，甚至觉得金克斯也是梦境中的一员。而这时接应他的直升机飞来，盖伦根本没理金克斯，直接就潇洒离开。回到现实世界，梦学家艾克建议金克斯要逆向思维，让盖伦来找他。于是这次金克斯直接躲进了运钞车里，而盖伦发现他确实是真人，也答应和他聊一聊。金克斯劝盖伦，或许你在梦境里很开心无所不能，但是你的现实生活已经支离破碎，而且你的妻子非常需要。可盖伦却说，梦境就是自己的现实，没有自己，妻子会过得更好。他将金克斯推倒，然后锁上了车门，紧接着他让小弟开车去撞墙。即将撞上时，金克斯大吼退出，这才回到现实世界。站在盖伦病床前，金克斯想了很久，随后他找到了盖伦妻子，他相信盖伦不愿离开梦境，一定是某个现实原因导致。果不其然，妻子阿卡丽提供了重要线索。半个月前，有陌生人持枪闯入过他们家，所幸对方没有伤害他们，抢走了钱后就离去了。但根据妻子回忆，丈夫并没有对这件事很在意。但身为心理专家的金克斯却觉得这只是表面现象，盖伦一定受到了刺激。金克斯立刻联系老黑，告诉这一事件，要他帮自己调查闯入盖伦家的凶手。紧接着他找到艾克，要他给自己编码1桶汽油和一个打火机，自己要引起盖伦的注意。而梦境中，盖伦发现自己车被炸了，紧接着后方冲出一个人，顺走了他抢的珠宝，然后朝前方跑去，而这个人正是金克斯。盖伦立刻丢下同伴朝他追去，金克斯把盖伦引到了个巷子里，他转过头再次劝说盖伦回归现实，因为他的妻子快生产了，需要他的照顾。回到现实世界重新开始才是正道。盖伦眼角流出眼泪，他动摇了。可就在这时，一阵摩托声传来，盖伦询问是否是金克斯搞的鬼，金克斯也满脸懵逼，自己根本没有做其他什么。两人朝后面望去，一个面目狰狞的大汉骑着车呼啸而来，然后拿起铁链走向盖伦。金克斯想上去阻止，却被大汉一把推倒。紧接着大汉给盖伦套上铁锁，挂上摩托车后，启动摩托车扬长而去。金克斯赶紧回到现实世界，他询问艾克梦境中的大汉怎么出现的，而且还攻击了盖伦。要知道，他和盖伦都没有带大汉进去。艾克解释，幻梦空间会读取客户的化学和神经系统，有时会挖掘出一些潜意识里的东西。比如你想在幻梦空间去巴黎，程序就会根据你的反应，自动给你添加鸟语花香等等。金克斯不解，难道这说明盖伦有自虐倾向吗？艾克却说，大汉也可能是他不愿意面对的心魔。金克斯这才想到，难道大汉是那天闯入盖伦家的人，在梦境中的表现吗？他赶紧告诉老黑，梦境中的大汉脖子上有个十字纹身，现实生活中的罪犯也可能有。根据这一线索，老黑和警局合作，果然抓到了嫌疑人。而金克斯也再次进入梦境，此刻盖伦不再是嚣张的劫匪，而是一个狼狈的懦夫模样。原来金克斯的猜想没错，闯入盖伦家当着他面抢劫的混混，对他心里造成了非常恐惧的深刻印象，在对方面前根本生不起反抗之心。他觉得这样的自己没有能力保护妻子，而只有进入梦境，他才能重拾坚强和信心。金克斯劝他，那个混混已经被抓到，盖伦只要指认他，就能将他送进局子，而且他的妻子依然爱他。盖伦于是回到了现实，警察带他去见到了闯入他家抢劫的人。That the man that assaulted you? That's him. 他战胜了自己心魔，面对劫匪不再恐惧。而另一边，成功完成任务的金克斯却被上司老黑通知离职。原来，自从金克斯植入了 2.0 版本的脑机接口后，他在现实生活中看见了死去的女人，可金克斯却没有上报，而这样做对他会很危险。